对年龄差的罪恶感。那是什么？能吃吗？你林菲菲有吗？毕老师，咱回到正题行吗？哦，正题。关于你家猫爬墙，犹豫该不该给它上项圈这种正题，你在嘲笑我是不是？觉得我小题大做了吗？小题大做，你敢吗？好歹给你们家猫喂点肉啊！我去，你一个有证驾驶的，哪里懂我们还在路考的痛？不是啊，我和李明成也还在科目1。这1年多，我忙论文，他忙收购，本来就聚少离多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下棋、做研究、打游戏，他不好吗？哪有时间干别的？那你结婚干嘛呢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我们先从婚姻制度的源头开始说起。其实根本没那么复杂，因为学生毕秋静根本不想谈恋爱，而恰好向他求婚的也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学霸。嫁给我吧！啊？相比于恋爱，婚姻才是真正充满了各种变数，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会成倍的增加，但是相应的乐趣也会增加。对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和我一起体验一下婚姻的乐趣？但是结婚后，毕秋静才发现自己被虚假安利了。电视剧里结婚就会遭遇的鸡毛蒜皮、婆媳大战、狗血伦理，是一件没遇上。李明成财务上交，家务全包，一人私立全场。游戏大神毕秋静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。也是，这大神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做吧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项目研究。饿了？有点儿。等我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饭等会儿再做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哇，对你来说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儿啊？你觉得我算是你老婆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就是觉得我空占了一个已婚的名头，却没有履行做妻子的义务，单方面的占你便宜，实在是有违我做人的原则。你还计较这个？所以呢？所以接下来我要重新面对妻子这个身份。这1年多欠你的债，你可以找我还了。比如呢？比如，菲菲，徐晨姐和明成哥呢？你不是在他们家吗？他们人呢？在隔壁做研究呢。大半夜的还做研究，这么拼啊？什么项目啊？哎，果然不痒啊！看来这个论证是对的。验证成功。所以你这是在做实验？对呀，2015年搞笑诺贝尔得奖，正好找你练练手。早上好，昨晚失眠啦？我失眠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平时都严格按照生物钟的作息，前后误差不会大于5分钟，今天却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怎么，昨晚被我刺激到了？也想验证新课题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只剩下实验价值？不止啊，还有观察、交流以及娱乐价值。不过作为同居者，你的得分还是很高的。所以你昨天提到的要履行妻子的义务，就是为了方便调动我的情绪，方便做实验？哎呀，不是啊，我昨晚是认真的。关于具体如何执行和操作，我已经拟了一份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里了，查收一下。看完了？那个就操作性上而言，还是挺完整的。
执行上也避开了生理上的危险期。这个步骤图更是有点过于生动了。你是从哪儿看到这些的？就小时候偶然在爸妈的抽屉里看到一本写着《动物世界》的光碟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懂，这个知识储备是够的，只是如果要执行起来，我们之间还缺一些关键的步骤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接下来就拜托你们啦。哦，延迟了1年才补课，李明成，你还真是够能忍的呀。跟远距离苦熬的董事长比起来，这点忍耐算什么呀？虽然你们的恋爱线墨迹了1季，但眼下没有更好的样本了，只好围观一下小学鸡喽。谁小学？周氏，都被人这么说了，你就没点胜负欲啊？什么胜负欲啊？是谁要比赛吗？听说在下雪天，任何谎言都会被允许，你信吗？那如果是表白呢？不是谎言的那种。难得想趁月圆之夜试一次，真是选错日子。等等，所以你回来赏月是为了……如果我说月色真美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看吧，果然没有反应。文科生的告白就是没有逻辑。还是说一定要达到必要条件？可是今天晚上也看不到月亮啊。谁说看不到呢？你看这月亮，它又大又圆，多亮。连撞击坑和月脉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么看月亮，也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星球而已。就像星座占卜一样，明明和人类八竿子打不着，却还是有人把感情寄托给星星。因为天文学本来就是恋爱论的另一个名字。万物简史里说过，要是把我们随意塞进宇宙，在一颗行星上或者遇上一个行星上的概率不到10亿分之一，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宝贵。人的诞生本来就是偶然，能够在宇宙中相遇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。但是现在我还能牵着你的手，不觉得是一种奇迹吗？所以不管是不是谈恋爱，有没有表白，对我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李明成，你知道赫罗图的恒星光谱分为哪几大类吗？7大类 ，O B A F G K M。那你知道，后来人们为了方便记忆，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口诀。知道啊，我现在发给你。不是，我是想听你亲口说。好。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我也想听你亲口说。如果说在宇宙里相遇是个奇迹，那离别是不是才是常态呢？